向导在泰国的排名仅次于普吉岛和苏梅岛。开车穿行在半山腰的道路上，一边是绿绿的原始雨林，一边是蓝蓝的汪洋大海。这里有要用登高缆车去吃早餐的酒店，有在沙滩上做喷火表演的餐厅，但是也有空无一人的码头步行街。这就真的是让我头痛了。我该给这支影片起个什么标题呢？从曼谷坐大巴去向导，早上8点半发车，大巴会给你发一点小零食和矿泉水，中午就不会再停车用餐的了。要直到下午2点半抵达了码头，你才有机会买吃的。如果你不想像我这样饿着肚子的话，就还是提前准备好干粮吧。这一艘算是轮渡吧，1层是装货物和汽车的，2层就有座椅、咖啡厅和商店。因为5月底已经接近雨季了，这一天的乘客并不多，以泰国本地人为主。从向导回来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也是可以从曼谷坐飞机到同爱的机场，再从机场20分钟的车程就能到这里了。如果想要行程没那么奔波的话，就还是坐飞机吧。这6个小时的大巴对我来说是真的有一点超过了，但是想着去到对面就是泰国的第2大岛了，心里还是难免会有一点小兴奋。我们这是一趟说走就走的行程。昨晚我说我想要来潜水，朋友说他也想试一下，那我也刚好想拍一支首次潜水指南之类的影片，所以今天一大早就出发了。在船上也就30来分钟吧，就抵达向导了。这里的环岛道路只是 C 型，而并非 O 型，所以从码头这里你要么向左，要么向右了。我们这一次的时间也仅仅够我们走一下右边，左边就要留到下一次了。从码头到酒店也需要30多分钟，原路看到很多商店都关门了，可能是因为雨季的关系吧。这条小道就是向导的主干道了，行走在这里，你是几乎看不到海边的。如果想要去的话，就得留意路边的小招牌了，它会写着说从这里可以前往海滩，你就得顺着它走一小段路才能去到。这一次我们住的酒店是250多一晚，包含早餐，是一家4星级的酒店。它也是被这条主干道分成了2半，只有一半是靠在海滩上的，房价就比我们那边贵了。毕竟人家比较容易去到这一个超大的游泳池，泳池的风格非常的欧美，适合那些拿着一本书就可以在泳池边上待1天的人。这里还有人工沙滩给你晒太阳，退潮的时候你还可以去挖一挖螃蟹什么的。但是我们在这里住的3天，没有过来游泳，也没有跑去沙滩，更加别说挖螃蟹了。酒店的收费是按照你会使用这些休闲设施来收的，但是我们就只是使用了他的房间，感觉我们浪费的比我们得到的都要多。但是这种情形就不只是出现在住酒店的时候了，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如此。好像是黄了，没有人住了。可能是雨季吧，没有人来了。歇业了，感觉好像也黄了挺久了。坐下面还是这下面啊。进入这家海边餐厅的小道很是破烂，或者说是原始吧。你是完全想不到那个入口将会是通向一个景色这么美好的地方。我是从 Google 地图上面找到它的，评价的图片看起来也并没有什么突出。我也只是想着就近用餐，图的就是它靠在海边上。因为既然来到了海岛，怎么可以不在海滩上面吃一顿饭呢？
但是却没有想到这里给了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，不仅仅是饭菜好吃，价格还不贵，天黑了之后还会有火秀的表演，真是很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感觉海边的夜晚和火把会是特别的相配。最终这一顿饭也就被我们2个人评价为最美味的和最难忘的向导晚餐。向导的道路不仅弯曲，坡度还非常的大，加上位处在半山腰上，不时的都可以看着在山脚下的大海，这种驾驶感受在平地上是不会有的，真是非常的刺激。刺激归刺激了，这摩托车的出租还是非常严谨。我在泰国租过这么多次车了，就没有试过是要检查你的签证的。这意味着如果你是逾期逗留泰国的话，他是不会把车租给你的。可能是太多人想到泰国来躺平了吧，躺着躺着签证都忘记去办了。说到躺平，这家咖啡店是说到做到的，客人是真的可以躺在地上，还有这些吊床、软垫什么的，反正在各个地方都摆着枕头、抱枕这些，就是在对你明示，你是可以随便躺。它面对着一片海湾，可以远观的同时又不会令人乏味，因为遥望着的对面又是一片有着椰林风情的村落。这家咖啡店没有空调，只是一间简陋的铁皮屋，就这样挨着旁边的一家豪华度假村。在它的正前方就是邦宝码头了，可以从这里坐船去周边更小的岛屿。海上项目像是钓鱼啊、潜水啊，都是可以从这里出海的。它同时也是一条步行街，可惜我们这一次来人非常的少。这之前是个民宿是吧？这里还有中文写的餐厅，证明之前中国人来这里很多。这里的店家不想躺平，但也深知会有淡旺季的波动，所以从他们的脸上也看不到有焦虑的神色。前面那个码头就是可以坐船去那个保护点。哇，你看这个风景太美了吧！这条步行街不仅仅是受到雨季的影响，之前3年的疫情已经令很多的店家都彻底关门了。最近发生的泰柬边境的冲突，相信也会对这里造成一定的影响，因为很多游客就没有办法直接从柬埔寨过来这里了。这里距离边境是只需要1个小时，比从曼谷过来是要近很多的。อันไหนกินได้แล้วยัง哇哇，踢了2.5%了，500公斤，我觉得贵了吧？不过这个好大啊！好像是啊，酒店吧，还是咖啡？有咖啡，但是也是像我们酒店那样子的吧？咖啡 ，OK。下来。哦，对啊，OK。有下来不？
也是没有人啊。这一家是消费不便宜的海景咖啡厅，我们点的咖啡都是30多块钱一杯的，在岛上算是高消费了吧。一般的店都是卖10多块钱一杯的，像刚才那家可以躺在地上的咖啡店就是。这里是一家酒店的附属餐厅，酒店的住客要吃早餐的话，是要坐他们专用的缆车上到这里来的。因为他的房间是在山脚下的沙滩，我看了一下房价，这个季节大概是500块钱左右。从航拍上面看到，这一片的酒店真的是非常的多，各式各样的都有，并且都是运营的非常成熟的了，并不是近几年才新建成的。但是以现在这些游客的数量，继续这么下去的话，老板和员工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躺平了。他们是属于被迫躺平的，但是他们的心里仍然还抱有希望。评价旅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一下自己，你会回来第2次吗？我们这一次的旅行非常的休闲，除了第2天去了潜水以外，其他的都是随便的走走看看。我就像是故意不想扩大这一次的活动范围一样，想要把它留到下一次。下一次过来的时候，再慢慢的感受这一座非常有岛屿味道的向导。